业一直以来被誉为时尚界最具影响力的盛典之一。那是一个灯光璀璨、香槟弥漫、珠宝与礼服交织的夜晚。每年，全球的明星、设计师、模特和媒体都会聚集在此，等待一场优雅与艺术的完美盛宴。今年的香奈儿之夜，现场布置格外梦幻，巨大的水晶吊灯映照着黑白交错的舞台，墙壁上投射出香奈儿经典的双 C 标志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水气息，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精心编织的幻境。宾客们身着华丽礼服，谈笑风生，摄影机的闪光灯一刻也没有停歇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本该精致、高贵的场合，一位年轻的明星王一博却在无意之间说出了一句震惊全场的话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个看似轻描淡写的回答，会像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一样，引发连锁反应。当晚的主持人问王一博一个看似轻松的问题：你认为今晚最打动你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标准的时尚场合提问，按常理，明星们都会回答一些诸如香奈儿的设计很美，氛围令人陶醉，大家都很优雅之类的客套话。但王一博却微微一笑，沉默片刻后缓缓说出，表面的完美并不代表真实的优雅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空气瞬间凝固，台下宾客面面相觑，空气中仿佛能听见香槟气泡破裂的声音。主持人一时语塞，连笑容都僵在了脸上。有人低声惊呼，有人挑眉冷笑，也有人掩嘴偷笑。王一博神情淡然，仿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答将掀起怎样的波澜。几秒钟的沉默之后，现场像被火点燃一般，有人鼓掌，仿佛被戳中了心中的某种真相，有人却摇头皱眉，觉得这是对场合的冒犯。坐在前排的几位国际巨星交换了眼神，仿佛在无声交流，他是不是太直接了？一位著名时尚评论家当场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，发在社交平台上。王一博在香奈儿之夜说出了一个危险但真实的答案。评论刚发出不到1分钟，就开始疯狂转发。与此同时，摄影机的镜头捕捉到其他明星的表情，有人眼神惊讶，有人意味深长的微笑，还有人低头装作若无其事。但无论如何，王一博的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击碎了晚宴精心营造的完美假象。第二天清晨，全球的媒体头条几乎被同一个话题占据，王一博香奈儿之夜惊人回答。国内媒体用犀利、直白、突破来形容，国际媒体则用来报道。各大时尚杂志纷纷发文，有的盛赞他敢于说真话，有的则批评他缺乏社交分寸。微博热搜上，王一博真心话迅速攀升至第1位，讨论量在几个小时内突破1000万。等海外平台也在热议，评论区几乎炸开锅。有媒体甚至将这一幕与历史上一些明星惊世发言相提并论，认为这将成为时尚圈无法忽视的经典瞬间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迅速分裂为两派，一部分粉丝激动万分，认为偶像终于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真实的力量，不愿被虚假的完美所束缚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刷屏，这才是真正的偶像，勇敢的人才值得尊敬。但也有部分粉丝担忧不已，害怕一句真心话会让王一博得罪时尚圈的大佬，甚至影响未来的合作机会。他们留言劝解，下次还是谨慎一些吧。娱乐圈并不是说真话的地方。而黑粉则趁机落井下石，嘲讽他不懂人情世故，破坏气氛。在这场讨论中，爱与质疑、支持与担忧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狂热的网络战场。王一博的这句话也在娱乐圈内引发了不同反应。一些年轻演员站出来点赞，称他是敢于挑战规则的清流，而一些资深明星则委婉地表示不合时宜的话语会让人付出代价。有传言称，某些品牌方临时取消了与他的后续合作，但也有爆料说，另一些国际大牌反而被他的真实所吸引，主动抛出橄榄枝。娱乐圈的风向瞬息万变，而王一博成为了风暴的中心。时尚圈的反应更加复杂。一部分设计师认为，他揭穿了时尚表象背后的虚伪，是一种难得的勇气，
但更多人担心，他的发言会动摇整个行业赖以存在的完美幻象。在巴黎、米兰、纽约的时尚沙龙里，王一博的名字成了热门话题。有人问，我们需要的是真实还是表演？这种分裂甚至让部分媒体称之为时尚圈的内战。公众的最大争论点在于，王一博到底是在说真心话，还是不合时宜的失言？支持者认为，他一向沉稳，不可能不清楚自己话语的分量。这句话是他对浮华世界的一次呐喊。反对者则指出，他或许一时冲动，没有考虑场合的重要性。心理学专家甚至加入讨论，分析他的语气、表情和肢体语言，认为他在当时其实非常冷静，因此更可能是刻意为之。这一解析让讨论更加扑朔迷离。随着讨论升温，各种阴谋论开始蔓延。有人猜测，这是他团队精心设计的爆点，借机制造话题，提升全球热度。也有人怀疑，他可能在暗中表达对某些时尚潜规则的不满。甚至有八卦媒体爆料，王一博的回答其实是针对某位时尚大佬的潜台词。真真假假，谁也无法证实，但这场关于真话的风暴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晚的晚宴。王一博的一句话让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明星？需要完美无缺、无懈可击的偶像，还是愿意说真话、敢于表达自我的真实个体？香奈儿之夜原本是展示优雅与美的舞台，但王一博却用一句话让它变成了一个真实与完美的辩论场。这场较量或许没有答案，但它让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一个疑问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你们坚持看到这里。王一博在香奈儿之夜的一句话，点燃的不只是全场的氛围，更点燃了我们对真实与完美的思考。你觉得他说的是勇敢的真心话，还是一时冲动的失言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讨论。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支持我们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娱乐圈和时尚圈的深度故事，请一定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当晚宴的音乐在第二轮祝酒后降至极低，真正的反转才悄然发生。那句表面的完美，并不代表真实的优雅，像一枚埋在地毯下的火种，直到礼宾门再次打开时才彻底引燃。几家国际媒体临时增派的摄影记者闯入2楼回廊，长焦镜头透过半透明的纱幔对准主厅，他们捕捉到的不是笑容，而是微表情。某位大牌主理人眸光一紧，随即抬手示意公关团队靠拢。一位资深女星把香槟杯放在银托上，唇线压得更直，好像在用力平抑心跳。还有年轻模特在角落里彼此对视，眼中第一次露出原来可以这样说的亮光。现场的沉默被轻微的掌指敲击打破，那是来自后排的一段节拍式掌声，不热烈，却异常坚定。掌声像一条隐秘的暗河，从边缘向中心回流，把看似完好无缺的舞台打出一道细缝。缝隙里，真实的空气涌了上来，有人开始讨论品牌叙事与个体表达的边界，有人低声回忆自己在试镜时被要求更完美、更无痕的经历。公关部的危机回路也在同一时刻启动，先是快讯澄清当晚氛围融洽、发言多元，随后替换掉官网首页上过于无波的通稿标题，让多元与包容的措辞更靠前。他们知道风向已经转移，越想把事情抹平，越会显得心虚。而王一博本人在侧幕后短暂停顿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袖口的法式袖扣，像是给自己一个简短的确认。是的，这句话本该在此刻出现。他并未追击，不再多说一个字。克制成为这场反转的第二层锋刃。真正的反转不是把对立推到更高分贝，而是在缄默里让每个人听见自己的回声。当完美失去唯一正确答案，优雅也就不再是可复制的模板。隔日清晨，社交平台的讨论主题从失礼与否切换为诚实的代价与价值，情绪从撕裂走向辩论。这场回声开始在更大的空间里扩散。